哎，小光，陈队急着要结果呢啊，一对吧？一对。哎，小光，你今儿不是休息吗？再见。嘿，我先到龙门派出所去一趟，他们辖区有个女的死在家里边，说是自杀，但有点可疑。哎，那雕塑运过来了吧？在井南那儿，现在稀奇古怪的案子越来越多。阿辉，跟我走一趟。如果没有被摔碎的话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尸体。死者在舞蹈，不可思议。把尸体藏在玻璃钢雕塑作品里，太有想象力了。内脏被掏空了，涂了树脂漆和松香。你要口罩吗？陪着你吧。什么呀？局长，什么味儿？死亡时间？大约5个月之前，去年的初冬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树脂漆加胶合剂，还能粘住玻璃钢？对，还能延缓尸体腐烂的速度。局长、队长，让一让吧。仓库，玻璃钢，女尸，现在网上就有了。明天小报上少不了妄加推测新闻。我明白，您又在督促我抓紧调查。我需要尽快平息这种难听的声音。舒乐安定是安全的没有，吃一瓶儿都不会死人的。哎，他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死亡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以前。身份证上是天津人，已经打电话让天津的发证机关协助调查了。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1点至2点之间，没有发现外伤，没有发现勒痕，体内含有少量安眠药的成分。致死的原因能确定吗？苯巴比妥，剂量不少，是一种抑制精神紊乱的药物。从血管的残留物上看，你的那位雕塑美人可是杜冷丁过量致死。会不会是个瘾君子？杜冷丁可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处方药。那也并非没有漏洞啊。哎，出来了。你的工作量太大了，5个月以前失踪的人都要做 DNA 的比对。哎，先这样，你先给我去趟现场。啊？哎，谢谢啊。谢什么？哎，我对每个邀请我去现场的人都充满了感激，这点你可以替我做广告，尤其是告诉我们陈队。警察同志，在里面。来，就这儿。那个叫5月的雕塑放在哪儿？你还记得吗？在墙角里。这个地方平时有人来吗？没什么人。在放这些雕塑之前，仓库一直都是空着的。闻着有一股什么味儿？你闻到了吗？我这2天感冒了，不过好像有点什么味儿。
小关，你看，这是只死猫。女方48岁，两居室 A 户型，全款是36万，一次性付清。她是在上个月1号办完的购房手续。有人陪她看房买房吗？有，是位先生，大概50岁左右吧，看起来像是她老公，不过房主是女方。知道那个男的长得什么样吗？下巴再收一点，对，小一些。对了，把他的眼角再往下一点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差不多了。5月那件作品，制模是李老师做的，玻璃缸里有钢托，脱模是我亲手脱的，脱模完再复位，死人哪藏得进去？那可不一定，要是把模子拿出来换成死人呢？除非刚死，死人一僵还能让他跳舞了。这模型什么材料啊？硅橡胶。于果老师说用石膏，可李老师说非要用硅橡胶，这材料比石膏贵多了，但能保证作品质量。用这种材料啊，我真的和他争论过。造价上去了，大家的钱不就分少了吗？李想这个人呐，为了艺术啊，他什么也不管不顾。再说了，他的活儿是确实好，这不，这也是李想的作品，这是象征着汽车时代的到来。前天他自己呀已经涂装完了，听说呀他已经累得都虚脱了都。这要是往汽车展上一摆，还不错。这个造型很简洁，夸张了呢也很到位。都谁有这个工作间的钥匙？谁都有，在这干活的一人一把，走到街口就能配。李老师，有人找您，请进吧。二位是找我？踏歌这个作品是12月24号完成放进库里的，除了我，还有几个工人帮着做，前后得有6、7个人经手，放进库里也得有5个月了吧。李老师，我们不懂雕塑，提个幼稚的问题：作品完成之后，有没有可能再打开重新安装呢？可以，但是好的雕塑家是不会的，都是一次做完不再改动。那假如作品被人拆过，您能看出来吗？那就要看时间的长短了。踏歌完成到现在已经有5个月了，如果10天之内在不改变造型的前提下，接缝我能看出来。这5个月可就难说了。您觉得什么人才能想出这种藏匿尸体的办法？是啊，什么人会把尸体藏在我的作品里呢？这种事儿我还是头一回听说，够瘆人的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小光，你这个人可太运气了。哎，这个是李景兰说的，刚刚比对了3份 DNA， 就找到你要找的人了。啊，谁呀？哦，你等着。哦，他是雪姿美容院的老板，叫顾雪梅，他的联系人是王志华，是死者的丈夫。哦，对了，他可是远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。拜拜。吕方是天津市粤华食品公司的工人，
2年前退休，退休以后跟丈夫离的婚，身份证上的地址就是她前夫住的地址。她前夫的情况查了吗？查了，这人比较好赌。吕方被害的那天，他还跟别人打了1宿的麻将，应该没有作案的可能。他们有孩子吗？没有。哦，但是有一个弟弟叫吕蒙。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？我就这么一个姐姐，我姐姐一天福也没享过。你知道你姐姐在天路家园买了商品房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姐买房了？哎，宋队长，您看，我姐也没孩子，又跟她前夫离婚了，我就是她合法继承人啊。该通知你的时候，自然会通知你啊。哎，我能不能先看看房啊？我看你对房子比对你姐感情还深。怎么这么说话呀？知道这个是谁吗？哎，这是谁来着？有点眼熟。我想不起来是谁了。你姐搬家前住什么地方知道吗？搬家前？哦，我这儿有他们房东电话，你让我一查啊。哎，就这电话。我姐那房子是租的。杨警官，哎，你好，来一个。哎呦，谢谢，我不会。哎，求您件事儿啊，我姐那房子呀，赶紧给我，我这等着住呢啊。那好，您放心吧。哪天呀，咱一块儿做了，我请您吃个饭，地方您随便点。行，哎，有消息我通知你。哎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哎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哎。你好，你有什么事？我找刑侦队的陈队长。啊，陈队长。是他打电话叫我过来的。我是顾雪梅的丈夫。我看了报纸，我想，可能是雪梅。我在大连有个土地项目，去年下半年，我经常跑大连。我跟雪梅通了最后一个电话，是去年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，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她了。打手机座机也没有人接，我想可能是哪句话惹她生气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往心里去。等我在平安夜回到家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这之前，他有什么反常没有啊？比如在你们俩的关系方面？没有，我个人的事情太多，他自己又管这个美容院，平常我们俩在一起的机会不太多，我们俩的关系还是挺不错的。那你刚才说是他怎么生气了？雪梅这个人比较出众，在我跟前老爱拔个尖儿，没影的事儿，听风就是雨。对了，去年冬天，他说有人跟踪过他。我问他那人长什么样，他形容不上来，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神经过敏。那个人经常跟踪他吗？不是。也就2、3次吧，后来雪梅再也没有说起过。还有，就是雪梅接到过几个打到店里的电话，一接就没声了，像是骚扰电话。那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？去年进入12月以后吧，和被跟踪是前后脚的事儿。我是想问具体的时间，比如是白天还是晚上？晚上。他说过他挺害怕的。王志华，你去年年底哪天去的大连？小光，醒醒！大白天还睡不觉。我那只死猫怎么样了？哦，猫啊，哦，你那猫可完事儿了，它是被塑料包装绳勒死的。死了3个月了，哎，你什么时候对动物开始感兴趣？是不是参加什么动物保护协会了？哎，
通过这只死猫，我判断凶手一定是怕雕塑一直放在仓库里面，天气变暖后，尸体散发腐烂的味道，所以才放了这只死猫来打马虎眼。哦，哟，看不出你还真高啊！现在关键是这根黑发，顾雪梅的头发是酒红色的，你帮我鉴定一下，这根黑发是谁的？哎呀，你也有含糊的时候，不会吧？它是粘在那个玻璃缸的底下，我原来以为是死者的，没想到我还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对呀，死人不掉毛啊，尤其是被树脂胶粘过的。哎，这件事儿就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啊。我走了。哎，他要平时这样，多可爱！女方跟我说他们是两口子，哼，这男的不是她丈夫，多新鲜呐！人男的家有媳妇儿。头几天，头春节我呀正在看电视，就听着屋里头啊叮咣五六的乱砸，咱们院的人呐都出来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媳妇儿找上门来了。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知道那男的叫什么吗？姓张，叫什么没敢问。哎，怎么了？吕方又挨菜了？所有的车站跟航班记录我都查过了，王志华没有作案时间。那有没有可能他算计过了，打时间差呢？另外，王志华的个人财产至少上千万，顾雪梅是他第二任妻子。他前妻呢？10年前死了，难产。要是王志华是案面口，他怎么才能接触到雕塑呢？至于深夜跟踪和骚扰电话什么的，那都是死无对证的事儿。他可以花钱买通啊。我同意你们办案要放开思路，但也不能太牵强。局长在，这是最新的报告，看看对你们有什么帮助。那根毛发不是死者的，是另一个男人的，钴60严重超标。那这个男人常年接触放射性物质。嚯，这上面姓张的还真多哈。中国第一大姓嘛。哎，最新调查，中国第一大姓是李。谁说的？李景兰啊。感情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姓宋的呢？你看，这就是吕方。哟，这吕方年轻的时候还挺漂亮的。你说那个年代的人，不兴打扮，天生丽质。哎，怎么看着像叶玲啊？是我负责调查。哦，那好，请你把资料传过来吧。好，谢谢。局长，东区警局打来，报1周前福运来酒楼的王有福经理失踪。1周前的就往那儿报，那咱们吃得消吗？这可是您说的，让把所有失踪的案子都调过来。我是这么说的吗？我让调的是5个月以前失踪的，是越忙越添乱。第一排左数第7个，还挺帅的。 70年代的人都特别本色，你看多么质朴。孙子，笑嘻嘻的干什么啊？吕蒙又找你来要房子了，真是见鬼了！哟，孙队长，我姐那房子钥匙，您能不能先给我呀？先坐吧。哎，坐。这钥匙现在还不能给你。 这个人有印象吗？这不是张一民吗？他是我姐的中学的班长嘛，他追过我姐呀。后来他插队，
我姐刘成了，我妈死活不同意他们俩好，差点跟我妈跪下。哦，凶手是张一民，对不对？原来是他杀的我姐啊！张一鸣，这有他的手机电话。哎，我姐那房那个。来了，找谁呀？请问是张一民吗？是我呀。市局刑警队的，能进去谈谈吗？啊，行，来，行。来，请坐。张一民，我那本美容杂志你到底放哪儿了？你倒是帮我找找我的美容杂志啊！我看见你收起来了。不能等会儿啊！可是我不知道这怎么接，你到底放哪儿了？柜子上没有啊。咱能不能换个地方谈？没问题。对不起啊。你这真安静啊！是啊，我们也是节假日的时候才过来。请你过来呀，是因为我跟我妻子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，她就在这儿。当时不是快过春节了吗？我能看看你妻子的遗物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我基本上没有动过。哦，那间是我的，他的在楼上。好。 30多年了，那会儿我们都上中学，是青梅竹马。后来是什么时候又见面的？去年春天，我们见面时，他来京山市已经小半年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这辈子就爱过这么一个女人，她一直也没忘了我。 你妻子是怎么发现你们俩的事儿的？我妻子是早退休了，家里有个女儿，也工作了。她整天闲着没事儿，净胡思乱想，还老跟踪我。有一回，她打了一个出租车，就跟到我车后头，结果发现了吕芳的住所。我们调查了吕芳的经济状况，她的能力还不能买房子。 这房子钱是你出的吗？我自己有个医疗器械公司，这几年也挣了点钱。我本想买套房送给他，可吕芳这个人呢，特要强，非得自己出一半。他离婚的时候也分了点钱，就这样把房子买下了。吕芳出事那天，你在什么地方？ 那天晚上，我去火车站接货了。你这房子装修应该有几年时间了吧？大概有4年了吧。啊，对了，我妻子还有一些她以前个人的物品都放在地下室了。能带我们看看吗？可以，来，请。你妻子她有没有什么地方？哦，可能这么说不太恰当。她是不是精神上有点儿？对不起啊。您看出来了？医生说他是强迫型精神病，时好时坏。这个病已经查出好几年了。我原先以为他是脾气不好呢。苯巴比妥，剂量不少，是一种抑制精神紊乱的药物。吕芳死的那天晚上他在哪里啊？
他这个人呢，一般都没有什么自制能力，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法控制。对不起，请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他在家呀，他吃过晚饭，一般都在家看电视。我女儿晚上也在家，可有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上班，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事儿，他也会自己溜出去。他有这种病，你们还敢让他上街呀？哎呀，他没事的时候啊，跟好人一样，这你们都看见了，是吧？哎，再说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早就皮了。我记得这里啊，有雪梅跳塔哥时的服装，他让我看过。当时她只有17岁，都10几年了。李想的病已经是晚期了，2年来他一直在做化疗，配合着也做过放疗，最后一次放疗是在2个月前。他一直是门诊治疗吗？不要看他的身体情况。那住院的时候谁照顾他？有个女孩是个残疾人，听说是他在一次车祸里救出来的。他的病现在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全身广泛扩散转移，其实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哥，实在不行就打1针吧。还是留到最难受的时候。我现在还挺得住。其实你不用忍着了，黄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打完以后还可以去拿呀。不用了，你去帮我拿2片止痛片吧。好吧。哦，来了。这个是你的吧？这可是15年前的东西，你们从哪儿找来的？顾雪梅，你认识吗？我认识，这就是她，这就是顾雪梅。她舞蹈比赛得了2等奖，这是我专门给她做的。那会儿她是舞蹈学校的学生，我是她的美术老师。后来我就离开那儿了，和朋友一起搞了一个创作公司。你们一直都有联系？10几年都没有联系了。雕像里的尸体就是顾雪梅，你不觉得这事太巧了吗？她的这个舞姿太经典了，至少15年前，这个姿势的海报、挂历、小工艺品，到处都是。如果有人想到用这个姿势来终结它，那他一定是个天才的杀手。只有你才能雕塑出这样的作品来。看得出你是个天才的侦探，而且你有很好的面部轮廓。你说什么？这房子是张一民的，这绝不可能啊！
这是他办的公证复印件，你自己瞧瞧吧。合伙买房，那我相信了，我姐肯定是张一民害的，谋财害命啊！可是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明，再说他很爱你姐。他装的。我敢肯定，我姐要不是张一民害的，我这吕字倒着写，他图的就是我姐这房啊，这你还看不出来？李爱人平时都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？他就爱看球赛。哎，球赛，我就喜欢看球赛。哎，现在就要球赛。球，我不能不看。你们现在欧文不能打呢，在前面来讲进攻当中呢，有他不利一面，因为欧文终究是利物浦的得分手，所以少了欧文以后，这是前2天的，我看过，现在是重播。这个少了利物浦，少了这个欧文以后，利物浦的进攻呢，在这个这前天直播的时候没看过吗？啊，直播有直播？张一民，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好，你自己看，不让我看，你什么意思？怕我喜欢罗纳尔多，你就直说。跟你说，我保证从来没喜欢过。赵爱琴，你认识吕方吗？别打岔，看球。没越位，对，没越位。好，射门，射门。好悬呐！这是比赛开始，赫斯基呢是率先发威。其实泰戈里发现韩古60的头发真没什么呀，因为那个豆品本来就是他的。再说了，他还是个癌症晚期病人，都虚弱成那个样子了，他还能干什么呢？如果一个人提前接到了死亡通知书，他应该在最短、最有限的时间里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，说对吧？可是动机呢？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工人反映车间里又有臭味儿。典型的尸臭味。看这个，这也是理想的作品。电锯是。你还想为他隐瞒下去吗？他是病人，就算他那天晚上没看足球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呀。你要想清楚，包庇杀人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我们还是把话挑明了吧。他是个精神病人，不可能想到要破坏现场。你可以第一时间报案，你却没报，却故意的把现场所有的指纹抹掉了，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多大的麻烦！我有罪。人是他杀的，他一回家就跟我说了。可一个是我妻子，一个是我情人，你们说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吕方和他没有搏斗过，他们过去认识吗？认识。赵爱琴也是我们俩的同学。这是顾雪梅家发现的，胶上有附着物和毛发，查一查有没有跟理想相同的 DNA。就这么点儿啊？我那儿有一玻璃钢轮胎，那个大，咱俩换换。那你还是自个儿去吧。有一个简便方法啊，一查到毛发里含钴60，基本上就可以定案。Easy。这轮胎死者的身份查得怎么样了？
这就是上午东区传过来的福运来酒楼失踪的经理王有福。凭我的经验，应该就是他，并且在他的血液中发现了杜冷丁，跟杀害顾雪梅的手法是一样的。 7年前，王有福开车撞死过一对夫妇，车祸中孩子幸存，可下身瘫痪了。这个孩子就是现在住在李想家的那个女孩孙红月。我总能给你们带来好消息，在顾雪梅家中发现的毛发里含有钴610。行了，抓人吧。 月儿，哥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哥要走了，哥要去找你爸妈了。你说过，你不会离开我的。 我只是担心，我这一走，留下你一个人怎么活下去？不，我已经在你身边生活了7年了。你说过，我们是最亲最亲的人，你不会走的。月儿。 还记得那个撞死你爸妈，害得你终生残疾的那个王有福吗？记得。我已经把他做成轮胎了，也算是给你爸妈，也给你报了仇。还有，我也给我这辈子 唯一的一次恋情做了个了结。从18岁开始，我们相爱了整整8年，我们已经准备结婚了，可他却突然和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好了。 精神一下就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人都快疯了。李强，李强，开门！那个公园的雕塑，对，就是他。10年后，我又遇见了他。 还是那么美。谁呀？可就是他，毁了我这辈子的幸福和爱情。是他让我生不如死。原来你忍着痛，不用杜冷丁，就是为了攒起来杀人。李强！ 李强，李强，开门！月儿，跟哥一起走吧。我不想让你留在这个肮脏的人世上。月儿，我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我要活的！我要请记得订阅频道，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